神明在上，信女来此地有3愿。早知裴淑仪会来这里，我就不来了。1愿家和万事兴，长辈长命百岁，平安顺累。2愿小人退散，去除晦气和霉运，坏事不进信女身。就这些无聊的愿望吗？所谓小人，比如说谢家嫡长子谢灵痕，他奚落我，性情骄纵，顽劣不堪。谁要是嫁给他，真的是命苦。直到这时候，他都没想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3愿信女已满18，也该议亲了。她模样要俊美，身材要健硕，应当与我郎才女貌，家底要伤实，毕竟我花钱如流水。除了我，这世上能达到他要求的男子，打着灯笼也难找。他要洁身自好，不能纳妾，也不能有通房，一生一世都要待我好。若遇人不淑，便体面分开。信女愿一生荣华富贵，住大宅子。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他连吃带拿，竟一点都不害臊。大少爷，婚事已定，烦请回府成婚，延续香火。侯府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是谁要出嫁吗？淑仪，爹爹和你说件喜事，你和你姐姐要嫁人了。谁？你们要把我嫁给谁？是谢家的2公子谢池纡。你在京中骄纵的名声无人不晓，亲事实在难定。我们都想好了，你和你姐姐一起嫁进英国公府，她嫁给谢大公子，你嫁给谢2公子，往后余生也能随心所欲的活。谢池纡人品不坏，你嫁给他，兴许还能和他玩到一块儿去。反正我就不嫁，我现在就离家出走，我要逃婚。倘若你现在逃婚，从今往后漂亮衣裳和首饰都不会再有。我自小吃穿用度皆是最好，离家出走大概会饿死街头。谢池纡是个不着家的泼皮，婚后我跟着姐姐过日子倒也不错。大哥，联姻这事儿我还没玩够呢，我不想成婚，我们逃婚吧。闭嘴！我宫里暂时只能由你引开首尾。我要能引得开，也不至于被抓回来。先暂时成婚，新婚夜莫要与裴家姐妹洞房，这样日后好提和离。那行，你什么时候和裴二小姐提和离？记得跟我说一声。这是谢2的手，我怎么感觉怪眼熟的？可我也没见过谢2呀。谢大公子，怎么会是你？你乞丐！你冷静一下，先听我说。我不听，你给我滚！那我还是先出去，让裴淑仪自己冷静一下好了。周景，你去把老2和裴家长辈都请来。是。上面绣着凤凰图文，是母亲给姐姐准备的盖头，所以我们在破庙避雨，慌乱下拿错了盖头，以至于上错了花轿，入错了洞房。怎么办？我二姐被送去你弟弟那儿了，她本来是要嫁给你的，但我占了她的洞房花主意。此事你不必多想，我既与你有了夫妻之实，便会妥善解决。让婢女进来，把你的发髻收拾好，一会儿随我去见长辈。姑娘，你不是要嫁谢2公子，怎么变成了英国公府世子谢大公子？说来话长，现下你和谢大公子生米煮成了熟饭，绝无可能再嫁2公子。如果他能要你做妇，一切便迎刃而解。倘若他不愿意，谢灵寒克制神文，若是看不上我，往后我该何去何从？怎么办？我二姐被送去你弟弟那儿了，她本来是要嫁给你的，但我占了她的洞房花主意。此事你不必多想，我既与你有了夫妻之实，便会妥善解决。让婢女进来，把你的发髻收拾好，一会儿随我去见长辈。他怎么走这么快？你放我下来，丫鬟们都看着呢。无妨，我抱着你去寿宁堂也不碍事。我是眼瞎了不成？见到女子退避三舍的大公子，如今却……这是被邪祟侵体了。祖母，昨日花轿出了差错，我和裴淑仪已行了周公之礼，只能和二弟交换婚事了。裴淑仪就是个骄纵的草包，怎么配得上我精彩结义的大孙子？林汉，你再仔细想想，你喜欢淑仪吗？你愿意让淑仪给你做心腹？但昨夜孙儿饮多了酒，一时糊涂，已与淑仪有了夫妻之实。罢了罢了，既然你想换，那便换。少夫人，该敬茶了。祖母万福金安，请祖母用茶。
祖母，请用茶。就算我不爱她，但她也是我的妻子。出于责任，我不会让她受委屈。淑仪的性子还是应当有所改进，往后是要当公府主母的人，也应该履行责任。是。行了，茶也喝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夫君，你叫我坐在这里有什么事？我们来谈谈这桩阴差阳错的婚事。男方与女方需共同承担传承香火的责任，女方不准爱男方，这一条还写了3遍。这么怕我爱上他吗？有什么要补充或者修改的吗？你放心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都不会爱上你这种人。你不必瞒我，我能给你谢家少夫人的名头，给你一生的荣华富贵，只希望你不要爱上我。要是有一天你爱上我这般的女子，又该如何？你且放心，永远不会有那一天。那你为什么今日不当着众人的面说明白，说你根本就不愿意与我做夫妻？不要无理取闹，我需要一个妻子和我延续香火，作为补偿，我会护你一生，只希望你能懂事些。您放心，我对你的爱意已经化为灰烬了。仔细想想，有个英俊潇洒的郎君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花不完的金银，似乎也不错。你可以再看看，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。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劲的了，那就这样吧，没有了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歇息吧。你来的正好，帮我选对耳对。你学过？没学过画眉，但学过丹青。我从小便什么都学。大公子从小就聪明，学什么会什么，文章写得好，武功还高强。要你在这里多嘴，这些都不值一提。那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既然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便去侯府参加回门宴吧。姨娘，裴淑仪样样都不如我，她凭什么嫁给谢灵恒那样的天之骄子？你呀，不要这么着急，左右他也是个傻的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今日定要让裴淑仪这个草包身败名裂。此人借着送菜的名头闯入府中，惊扰了诸位贵人，我们这便将他带下去。裴淑仪，你在冀州曾说过不嫌我家境贫寒，愿意与我私奔，现在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吗？这人疯了不成？污蔑我家嫡女，还不赶紧拉下去！姐姐，这样做会显得淑仪与那书生真有私情，也会让姑爷心有隔阂。不如让此人进来，将事情娓娓道来，也好让众人放心。夫人，吃虾。他为什么要问我想不想吃虾？是在暗示我想不想虾？如果今天不能自证清白，难道他会戳瞎我？裴淑仪是在半年前来到冀州，我在街头卖字，他夸我写得好，出手非常阔绰，把我写下的字画都买走了。我二人便互表心意，他上京前还说不会抛下我。既然这位公子口口声声说与我有私，那便请你拿出证据。忆昔当年，淑仪初下冀州与我两情相悦，说此生非我不嫁。我的帕子怎么会出现在书生手中？我不曾弄丢过。对了，裴瑶曾向我捣药过一方手帕，是这对母女刻意算计我。我去冀州是为了避祸，哪有心思谈情说爱？你难道忘了我们曾花前月下，如今却忘恩负义，当真是薄情寡义的恶人？我还是不要站在前面，影响夫人动手了。这是要给昔日旧情人让位？谢林寒这是不乐意听淑仪解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无耻渣女！你算什么苍蝇臭虫？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不知所云的王八羔子！你们府上的这位三姑娘，说不过人便喜欢动手。我可没教过她这句。她做贼心虚，是变无可变，便只能动手了。从前在我眼前装的乖巧听话，转头就将我抛下，嫁给权贵。谢大人，这种水性杨花、朝三暮四的女子，你也能看得上？她今日能抛弃我，他日便能抛弃你。那怎么办啊？休了她，让她没有抛弃你的权利。
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到底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？挑拨我和我夫君的关系，究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并无好处。可正是因为并无好处，才证明我所言非虚。我夫人的脾气比较狠厉，说不过人喜欢动手，从没有乖巧听话的时候。你既然与她有私情，怎不知她脾气？我妹妹从小到大都是这个脾气，连我这个当姐姐的都得哄她。你确定认识的是我妹妹？是，我的脾气从小到大都这样。夫君，你可信我？与其去向别人解释，惹得一身糟，倒不如直断了当的问谢林征。他是我的夫君，只要他深信我，他们的算计便会落空。我信夫人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将这个不长眼的东西赶出侯府！我看谁敢动！今日这事还没完呢。大哥，可否将淑仪的帕子交与我查看一番？此事疑点重重，我势必要弄清楚的。先前裴瑶问我要过手帕，我给他了，当时你也在场。我觉得是柳姨娘和裴瑶故意算计我。你从哪里得来的手帕？还不如实招来！是我捡到了，才想着今日来看看能不能讨些好处。你在撒谎！人在撒谎的时候，眼睛会往右下方看。谢某办案郭时，偶尔也会用这法子来辨真伪。这人说话时一直往右下方看，是在思索如何编织谎言。我妹妹曾赠过裴瑶手帕，不如带人去搜裴瑶的屋子。若是有，那或许是我疑心错了，自会向裴瑶赔罪；若是没有，那便是裴瑶蓄意谋划要害我妹妹，我饶不了她。不行，帕子早就给书生了，要是真去搜了，那我和瑶瑶就完蛋了。老爷，瑶瑶还没出阁，乖巧又懂事，不能遭受此等欺辱啊！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明了的？便是你和裴瑶算计淑仪，心里有鬼才不让搜院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不偏袒，你和裴瑶各自去领30板子。30板子能打死人的，便是在军中都不曾。30板子哪里够？再禁足抄经半年，照谢大人说的办。谢某倒是忘了，这儿还有个书生。周瑾，依照律法，贪污世家嫡女该如何处置呢？情节较重的杖责，情节严重的流血。我今年还要春闱，绝对不能被判刑。谢大人，裴姑娘，小人也只是一时糊涂，才迷了心窍。督察院指挥时有论罪行刑之责，将他提回去，再留下几人帮岳父大人行刑。30板子，1板子都不能少。夫人，我带你回府。你要是能不在马车里吃东西，今晚我便允你上榻睡。我觉得我们并不合适，和离吧。你给我剥虾，是想把我弄瞎吧？我没有这么想，我给你剥虾是想要安抚你。那你不让我在马车上吃东西？没有，我是让你吃慢点，多喝点水，小心噎着。还要和离吗？不和离了。大公子金贵雅正，居然会伏在软毯上亲少夫人。谢林英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竟由着裴淑仪逾越规矩邀宠。公子忙于公务，待会儿就下来。我早知裴淑仪是个不安分的狐妹子，没想到青天白日的在马车里也敢邀宠。从前大房挑不出半点毛病，没想到来了个裴淑仪。我终于找到一个能从大房那儿拿到管家权的机会了。母亲，您无非是觉得淑仪不成体统，性格不太好，只要她能改了这一身的毛病，能够担当得起大任，照样能当主母。你的意思是让人来教裴淑仪学规矩？正是，拿您的帖子去请宫里的教养嬷嬷，让淑仪学规矩，谁也不好说什么。只要谢灵天和裴淑仪因为嬷嬷吵起来，大房乱成一团，我还怕拿不到管家权吗？恰好宫里有位容嬷嬷尤为严厉，经她教过的女子无一不是优雅得体。你让庆余去请容嬷嬷来府上。是，早就听闻容嬷嬷教导有方，经嬷嬷调教过的女子都优雅得体。老身这个孙媳不太懂事，就劳烦嬷嬷多多教导了。这倒是不难，不过真是谢大人让我来教裴淑仪的？这便是他的意思。反正容嬷嬷是老夫人派人请的，就算被谢灵寒发现，这火也烧不到我身上。麻烦嬷嬷了，必要时候，用些特殊手段也可以，我们不会计较。你们放心，少夫人交给我，
我定然能让他变得规矩守礼。怎么多上了2道汤？我不曾说过想喝汤。世子说昨晚累到夫人了，特意吩咐小厨房给您炖了当归生姜羊肉汤和枸杞猪肝汤。我昨晚在他书房看了许久的画本，他在看文书，确实是累到我眼睛了。奴婢都懂，夫人莫要浪费世子的苦心。谢灵恒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少夫人好大的胃口！哼，谢大人不在时，单人用11碟菜肴。老身姓容，少夫人唤我容嬷嬷即可。11碟是老夫人的固定碟数，少夫人当真是目无尊长，不知礼孝，如此做置老夫人于何地？容嬷嬷，您说我目无尊长，不知礼数，你又比我好到哪儿去？您难道没看到我正在用膳吗？是让您来教我礼仪，不是让您来打扰我用膳，真倒胃口。少夫人有所不知，用餐也讲究礼仪，老身要在用膳时方能教你。你若是要一直顶撞我，小心谢大人回来收拾你。好好好，用谢灵音来压我，不就是礼仪？我学就是了。还挺有模有样的，那我就换点其他手段。我偏不信他能样样都行。百善孝为先，用餐时需长辈先动筷。你怎么如此不懂规矩？我吃好了，嬷嬷不必再多言，这些我都懂得。既用完了膳，那便再学点其他礼。散职了，是时候回家了。早点回去，还能陪少夫人用晚膳。谁说我是要回去陪她用晚膳了？属下说错话了，指不定少夫人就在门口等你呢。从前公子可不这么上赶着回府，有了夫人就是不一样。他什么样的脾气心情，我早已知了，不像是会乖乖等我的样子。世子爷，妾身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容嬷嬷教的什么破礼仪，还得接谢灵寒下旨。世子爷在外公务繁忙，多有不易，妾身想着若是能早些见到你，那该多好，便自作主张出来迎接你，还请世子爷随妾身回院用晚膳。小姑娘这是成长，但怎么穿这么少？以后不必出来迎我，外头风这么大，也不怕冷死你。公子的意思是，如今春寒绿较，您要是生病了，他会心疼。多嘴。世子爷，晚膳已经备好，请移步饭厅。妾来试试世子爷用膳。世子爷辛苦了，倘若连菜都要自己拿，妾便不算是好妻子。上职是很辛苦，但也没辛苦到无力用膳的地步。是我特意让小厨房给世子爷备下的药膳滋补汤。督察院事务繁忙，难免需要补补身子。世子爷多喝一点，你喝的越多，对你的身体越好。再喝下去，今天晚上又睡不着觉。世子爷，这些都是妾对你的心意啊。不许妖宠，你若是实在忍不住，便多喝几杯凉茶。妾愚笨至极，什么都干不好，连侍奉世子爷用膳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，总是忍不住对他心软。那可是6碗大补汤，妖兽啊！公子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叫他请嬷嬷来教我规矩，自个儿难受去。妾身来帮世子爷更衣，这些都是妾身应尽的职责。少夫人做得不错，无论是行止间的仪态，还是伺候主君用膳时谦卑小心的姿态，都十分得体。跟老身走吧，今日去面见老夫人。淑仪，你可得好好学习礼仪，也别怪容嬷嬷心狠，她也是为了你好。我瞧着淑仪如今的仪态挺好，只是要当主母，还得学些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。学什么诗词？她只要不是个睁眼扯就行了。当下并未设立女子学堂，可见读书是儿郎们的事，女子本就不应该读太多书。做国公府的主母，未必要学识多深，只要会打理宅院，以夫君为一方天地，柔顺谦卑些即可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老夫人您迂腐古拙。便拿我姐姐和姐夫为例，姐姐得了父亲赠予的金杖，日日拿金杖让姐夫读书，便是想让他参加今年的秋闱。
按照老夫人这般说辞，我姐姐不该有学识，去管姐夫的事，岂不是让母亲和父亲难堪？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巴！把他带去书房，今天该好好教教他女则女戒了，省得再说出这种话。谢灵翰让你来教我礼仪，可有说过让你教这些？但您方才顶撞了老夫人，所以得将这本书从头开始抄。若是您不愿意抄，今日的午膳便不用吃了。不吃就不吃。他们怎么这么欺辱你？哪里是学什么礼仪？我看就是诚心找你的不快。他们无非是让我顺着谢灵翰，我便如他们的意。也不知道谢灵翰消受不消受得起。他哪里来的底气和我叫板？裴淑仪出身望族，家族积累传承下100年的基业，兄长在边疆屡屡建立战功，如何能没有底气？唉，要是能想法子挫一挫便好了。你且随心说，有什么好法子能挫一挫他这股子气性，省得以后天天跟我叫板。您来保管他的嫁妆。嫁妆？你怎想出这么个馊主意？要挫一挫他的气性，这便是最好的法子。只是让您保管他的嫁妆，并非挪用使用，不过是将嫁妆换个屋子摆，明目张胆地将他的嫁妆搬进来，难保不会为人所诟病。这般做有些欠妥，不如以勤俭节粮为名，将他的嫁妆封存起来，暂时搁置在您院中，等他学有所成再说也不迟。裴家爱女嫁妆准备的丰厚，厂房有2份，撺掇老夫人找借口搬走裴淑仪的嫁妆，也能让长房财力有所亏损。至于归还，那都是后话。进了别人院里的金财，哪儿那么容易走？这箱子瞧着怪眼熟的。你们是不是在搬我的嫁妆？奴婢不知，是老夫人吩咐将香笼搬去寿宁堂。是您的嫁妆，他们在搬您的嫁妆。是我的嫁妆，他们疯了不成？怎么敢觊觎我的嫁妆？全都给我住手！你们搬的是我的嫁妆，是我的私产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是偷窃。少夫人，学礼仪的这期间，应当节俭朴素。老夫人知道你平素花钱如流水，出于好心，才将你的嫁妆香笼封存起来，等你学好礼仪再归还你。那我去找老夫人，我想问问她一把年纪了，要我这个孙媳的嫁妆做什么？祖母，您要保管我的嫁妆，怎么不事先告知我一声？瞧你急什么？祖母觉得你性子急躁，才会好心帮你保管。我不需要这份好心，嫁妆是我的私产，您动它便是与我作对。我哪里不清楚他们在打什么算盘，无非是想找个由头先将我的嫁妆带走，久而久之变成了他们的钱财，亦或者是以嫁妆为把柄，让我乖乖听话，我岂能遂了他们的意？你的每个香楼上都贴了封条，只要你乖乖学完礼仪，做一个合格的宗塾贤良的主母，我不会为难你。祖母此举若是传扬出去，堂堂英国公府的老夫人竟贪图孙媳的嫁妆，不知京城百姓会如何议论，不知御史台会不会参国公府一本。你竟敢威胁我！孙媳不敢，孙媳只是在维护国公府的颜面。你来人，打他板子，让他晓得何为天高地厚。少夫人不过是想要回嫁妆，老夫人如此惩罚刚进门的孙媳，传出去是要被笑掉大牙的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裴淑仪忤逆长辈，居然骂我是老钱婆！我要打他板子，让他知道后果。你是晚辈，怎么说也不能同长辈大吼大叫，置长辈的颜面于何地？你也是，不过孩子的一句玩笑之言，怎还动辄打板子？若是让林行知道您责打他夫人，少不得和你闹。长辈也要不倚老卖老，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日子能和顺些？你
你还敢出言不逊！来人，先打裴淑仪几板子，看看还能不能这么嘴硬。孙媳自愿领罚，还请祖母归还我的嫁妆。母亲，淑仪入门才几日，您便要打她板子，传出去岂不是会说您苛待孙媳？依我看，不如罚跪祠堂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就罚裴淑仪去跪3个时辰的祠堂。来人，将裴淑仪押到祠堂去，不许给蒲团，就让她跪着。还请夫人好生跪着，自有丫鬟在门外监督。夫人，3个时辰已到，奴婢扶您回去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侯府嫡女，如今也是国公府的少夫人，这些个老妇完全不将您当回事。祖母是府上的老太君，资历声望都有。二夫人为二老爷守寡多年，名声也好。容嬷嬷从宫里来，不是府上人，无人智慧评论。真是个虎狼窝，用虎狼窝来形容国公府，还挺贴切。本想着国公府人口简单，不会有那么多的阴谋算计，再者二姑娘也会嫁进来，日后能照拂一二。没想到会变成这副样子。是啊，不过这几天我懂了一个道理，人活在世上还是要靠自己。阿姐说过，遇事要有条无喜，我得想想怎么跟谢凌寒谈谈今天发生的事。好紧张，毕竟是他让嬷嬷来教我的，我要是哪句话说错，该不会惹恼他吧？好疼，别碰我！你的膝盖怎么了？周景，你去把下人全叫到院子里来，都说说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。这3天府上来了位姓荣的嬷嬷，从前是在宫里教礼仪规矩的，如今来教少夫人礼仪。可说是教礼仪，却也只教了说话走路的礼仪，其他事半分都没有教。是谁做主将嬷嬷接进府？不是公子吗？在余下便是教女则女戒，少夫人不愿意学，他们就罚少夫人不准吃饭。这些少夫人都能忍，但是老夫人还借故搬走了少夫人的嫁妆，说等她学完礼仪就归还。属下这就带人将少夫人的嫁妆搬回来。明天休务，我亲自去祖母院里解决。周静，让这些下人退下吧，我先进去看看夫人。你觉得是我叫来嬷嬷刻意为难你，所以连着给我喝了2天的补汤，让我夜里难受到无法安寝。不然你也给我喂补汤，看我难受好了。把你的嫁妆礼单给我，我趁着明天休帮你要回来。你总共有多少私产？都在里面了，大概是4000两。4000两，还挺多。那当然，以后你仕途上要我打点的话，也得提前和我说。你哄我2句，我也不是不近人情。倒也用不着。我知道男人好面子，谢灵心也不能例外。那我以后偷偷给周景就是了。你不信我？夫妻之间最基础的便是信任2字。我们之间虽然不会有爱这种冠冕堂皇的东西存在，但也要好好过日子。我不希望你总是不信我。抱歉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周景，去拿我书房的私产。公子，这些可是你的全部身家，今晚竟然愿意拿出来给少夫人。多嘴，你下去。谢灵恒的全部身家，给我？确实是我的全部身家，夫人看一看吧。这里面最赚钱的是盐庄，地处扬州，1年进账有几万两。我的私产虽然也多，但对比起他的，称得上9牛1毛。总共几十万两黄金吧。国公府这么有钱吗？这些是我的私产，你是这府里的主母，交由你打理最是稳妥。我想看到的不是你循规蹈矩，而是你有能力，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底气。不过你若是学不会，那这些东西我只能交给专业人士去打理。不行，这么多钱，肯定是自家人打理稳妥。明日我会考察你的情况，制定学习规划，重新选人教你。等你出师，我便聘请夫人代为掌管。我一定好好学。好，我信你。时候不早了，先歇息吧。明日我一定替你拿回嫁妆。我看嬷嬷也不是很懂国公府的规矩，不如回宫里重新学学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婶婶，站在门口干什么？怎么不进来？林航，
我们让淑仪学礼仪，也是为了淑仪好。她以后总要操持宅院，不能什么都不会。您说的对，但以贵犬之名行苛待之实，这算哪门子教导？容嬷嬷便是连宫里的娘娘都教过，怎就教不了裴淑仪？教人不是将人变得面目全非。大公子说您身子骨不好，受不得风寒，让您在屋内听容嬷嬷行刑，让二夫人在屋外听。荒唐！我是他祖母，他这么做置我于何地？大公子说他孝顺，为人尊老爱幼，让您在外面听行于心不忍，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您长记性。他为了一个女人，现在连我这个祖母都不放在眼里。公子，少夫人的嫁妆都搬回去了，属下已经清点过，一件都没有丢。你在这儿监行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公子向来沉溺于案部文书，今日修护，能有什么要紧事？好凉，别摸我。我起那么早帮他拿回嫁妆，他都懒得问我去哪儿了。你难道不想知道我这么早离开这么久，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事吗？你去做了什么？难道还需要向我报备吗？要是你觉得不困，不想继续睡觉，就去书房，别打扰我睡觉。一个人睡觉多无聊，夫君陪你睡。我素日是寅时莫起床，看书练字，等到了辰时再去督察院上职。此刻却贪恋这点暖意，这点温度。夫人总算醒了，也不知道自己被看了多久，他该不会是醒来后便一直盯着我看吧？夫人，今早世子去老夫人房里把您的嫁妆给拿回来了。原来他大清早的出去是为了帮我拿回嫁妆。这件事都传遍何府了。老夫人搬您嫁妆时没有惊动大夫人，但如今大夫人都已知晓此事了。什么？母亲都知道了？完了完了！从前真只是老夫人不喜欢我，恐怕如今连母亲都会对我心生厌恶。老夫人到了颐养将天年的年纪，哪怕为难你，也为难不了几年。可大夫人是你的婆母，未来还会相几十年。世子爷与老夫人是隔着一辈，在我与老夫人之间有不快时，站在我身边。可若是与大夫人交恶，以后日子要艰难许多。大夫人说，等您与大公子用完午膳，去寿宁堂一趟，他们有话与你们说。我知道了，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你待会儿可得好好管教一下他们，真是越来越目无尊长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您不该插手太多。要让我不管也行，那便给谢凌寒娶一位平妻，由平妻来打理府上庶务。裴淑仪往后爱怎样便怎样，我从此不会再管。孙儿不会娶平妻。凌寒，祖母是真心为你好。裴淑仪她是什么样的人？胸无扁墨，不知礼数，日后如何能帮你打理宅院产业？我不需要平妻来管后宅事务，淑仪自幼聪慧过人，能学会打理宅院。在旁人眼中，我是老夫人所说的那般草包，粗鄙到不堪入目。可谢凌恒却对我寄予厚望，认定我聪慧过人。我才不信裴淑仪能学明白。依我看，你还是得迎娶世家贵女做平妻。我瞧相府千金张新文就不错，还几次登门。她并未登门，都被我拒之门外了。谁不知道张新文和淑仪有过节？本该是凌恒休5日，却大清早便要去管裴淑仪的事，得不到好的休息。瞅瞅他这眼下，我这是因为督察院公务繁忙，暗敌劳臣，得不到好的睡眠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维护她？她是你的夫人，与你一损俱损。她干出什么丢人的事儿？丢的是你的脸面。她的事我自会管，出了什么岔子，我担着。那祖母也不为难你们，只要裴淑仪能独立操办宴会，便算是合格的。否则，你就娶个平妻回来打理内务。怎么办啊？都怪我之前只知道玩，早知道就跟着阿姐一起学点东西了。有信心吗？操办宴会是大宴会还是小宴会啊？再过几个月便是祖母的寿宴，那便操办祖母的寿宴。他竟然提出要拿我的70大寿给裴淑仪练手，那就是大宴会了。可往年寿宴都是由大嫂操办，我自然是没意见的，只要淑仪和林珠玉能好好的就行。大夫人没有厌恶我，真好。要是让裴淑仪操办我的寿宴，出了什么岔子，我往后在京城要抬不起头了，这可不行。多谢祖母成全。谢谢祖母愿意让孙媳操办您的寿宴，孙媳定不会辜负您。
放肆！夫人，祖母被我们的孝心感动了，太高兴了。那我们先走吧，不叨扰祖母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机会触碰到国公府的权力，凭什么裴淑仪刚嫁进来就能得到？等着吧，我不会让你过得那么顺利。这是我为你请的老师，你需要每日按我的规划来跟老师好好学习。好，我一定认真学。故不积其步，无以至千里。略有精进。淑仪，夜深了，喝口茶润润喉。这是我准备的题目，我会在这儿看着你答，别想着徇私作弊。我才不会徇私作弊呢。不错，你学这些东西很快，很聪明。真好看，在哪里买的？我从没在市面上看到过玉算盘。公子派工匠定制而成，独一无二的算盘才能配得上少夫人。很贵吗？不贵，你明日便可独自去铺子庄子看看账目了。明日就我一个人去吗？我真的可以做到独自看账目吗？不必害怕，我信你可以做到。我会暗中派人盯着的，不会出问题。普通装花缎一匹13两，你这却计14两。大花楼木屐仅需2人协作，你怎么写3人？多出的白银和工钱是叫谁贪走了？并无人贪，只是因为2月初装花缎供不应求，比平时会贵些。而木屐则是因为有人受了工伤，于情于理也该由铺子负责。装花缎本就是普通的布料，怎会供不应求？再者，倘若有人受了工伤，依着规矩，应当是直接上予以补偿，怎能由你做主，将工钱算成补偿？你应该庆幸是我来查账目，倘若是其他人来查，直接会上报到国公夫人手中，而国公夫人御下严厉，你应当知道会是什么结果。小人明白，我们该补交补交，该清点账目便清点账目。打理铺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，没什么问题。刚才账目上只有10几两银子对不上，以后不许再犯这种错误了。是，以后绝不再犯。哪个不长眼的，敢和相府千金抢车道？谁又敢拦谢家少夫人的车马？劳烦张姑娘侧开，让我先过去。还真是冤家路窄，之前他在宴会上骂我是草包，我才拔了他的珠花大吵了一架，回京这么久都差点把他忘了，没想到今日竟在路上遇见了。不让！去冀州半年，竟还不懂礼数，不如顺水推舟，请他赴你的生辰宴。他若出了大酒，还怕没机会报复？哼，你说的对，我只要裴淑仪难堪，否则难解心头之恨。我明日过生辰，你敢不敢来？我们素来不对付，他怎会邀请我去生辰宴？你不敢来，你过生辰，我当然是要去的，见证你老了1岁。旁人都说我长大1岁祝福我，而裴淑仪却说我老了1岁，故意在我心上戳的刀子。我还忙着呢，你赶紧让你家的马车让道，没工夫和你闲聊。记得把帖子送到国公府，我现在嫁到了英国公府，可别送错了。裴淑仪，你给我等着！淑仪，我都半年多没见你了，你回京也不来找我玩，没想到会在今天碰到你。还不是成亲嫁人了，最近又忙着学这学那，真是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了。还好今天在这儿遇到你了。我也知道你嫁给谢灵恒了，但你知道张新瑶对谢灵恒一见钟情吗？但谢灵恒都已经和我成婚了，张新瑶应该不会对有妇之夫还有非分之想。非也，你还不知道他之前干的那些事儿吧？之前他雇了一伙出山匪，想让谢灵恒上演英雄救美，结果惹来了官府的人。还有一次，他让父亲在宫宴上求皇上给他和谢灵恒赐婚，但是被当众拒婚，以泪洗面多日。这都只是一小部分呢。张心妍性格足起，竟会做出这种事。谢灵恒没告诉我这么多，他什么都没说呀。你是他夫人啊，他怎么可能跟你说这些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也别在门口说话了，进去凑凑热闹。裴淑仪，你终于来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和我们玩一场飞花令？输了的吃烈酒断魂烧。虽然我从没喝过酒，但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酒，我才不上套呢。我和江云是来凑热闹的，可不是来喝酒的。裴姑娘莫不是不敢，怕了便直接说，我们还能逼着你玩不成？裴姑娘肚子里有几点买水，我们还不知道吗？你干嘛还要让她玩这等文人雅士才会的东西？这样只会让她下不来台。
这么低级的激将法，我才不会上当。竟然是顾斐，去年皇上钦点的状元郎，他是朝中头等的亲贵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和裴淑仪与你们玩飞花令。我诗词本就不好，什么时候说要玩飞花铃了？顾斐实在是太坑了。谢灵恒，你要不要去张心妍的生辰宴？不去。当初张新芽对你可谓是一往情深，我还以为你不是全无心思，原来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先前是给丞相几分薄面，加之我未曾婚配，才没有动手。而今我已然婚配，你再这般说，便是将我的妻子视若无睹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你不去就不去，我自个儿去。听暗卫说，夫人今天会去生辰宴，我有点担心她。殿下盛情相邀，不该推辞。容臣先将官服换下，再一起去。这人怎么变脸如此快？第一个字是雪。北风吹雁，雪纷纷。相爷喊姑娘去宴厅，没法在这里陪你们继续玩了。既是丞相大人找心妍有事，想必是要紧事，这游戏便就此结束。后院还设了投壶，我们去玩投壶。我最喜欢玩的就是投壶了，但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感觉顾斐好像知道我喜欢玩投壶。在下只是觉得与姑娘玩飞花令趣味相投，才想着再玩一局投壶。投壶的地方有许多人在。江云，你是想玩投壶吗？那我们去玩吧。我们去那里。裴姑娘目光如此热忱，不想去玩两场吗？已婚妇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与男子比试投壶，并不妥当。我虽然不聪明，但也不傻。逛了这么久也累了，我不想玩投壶了，先去正厅。顾大人，好雅兴，想要玩投壶是吗？谢大人，小孩子的把戏有什么意思？早听闻谢大人能文善武，随便出手便叫人望尘莫及。今日张心妍过生辰，大人也是来给他贺喜的吗？某只是听说夫人在此处，特意来找夫人。成婚了也未必就会走完余生，顾大人也需要记着，你当唤他一声谢夫人。方才在庭中光线较暗，竟没发现这小贱人今日打扮如此妖艳。都没忘记我吧？我们哪敢忘了你？你可是心妍亲自请来的贵客，怠慢了旁人不要紧，却不能怠慢了你。姐姐，你怎么打扮得如此艳丽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您是故意要和张姑娘作对。我穿什么衣裳，戴什么首饰，全凭心意，还轮不到旁人说三道四。可今日毕竟张姑娘的生辰，你也应该收敛一点，免得外人说我们没有家教。小贱人的妹妹还算懂事。裴瑶，你这是在指责姐姐？我不敢指责姐姐，只是你今日这般行径确有不妥。若非张姑娘宽容大度，你竟然打我！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人，你是来砸场子的吗？疯了不成？欺负亲妹妹？他该不会是还想打人吧？林淑仪向来目中无人，便是张心妍都叫他扯过珠花，如今众目睽睽之下还动手打裴瑶，想再打人也未可知。今日设宴的张姑娘未曾说我穿衣打扮有何不妥，反倒是我妹妹她张口闭口胡言乱语，我也是万般无奈，只能勉为其难的出手教训她，让诸位见笑了。还不赶紧将裴瑶带下去？在别人场子闹出的笑话，还嫌不够多吗？淑仪她好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，处理事情从容不迫了些，举止得体，应对有度，爽。相比于从前胆大到任性妄为，如今站在制高点上，将人怼得哑口无言更爽。莫要在乎这些个小插曲，都快些落座吧，宴席即将开始。且让你得意一会儿，日后有你受。我们这几个姐妹中，就属裴家妹妹最早成婚，也不知婚后生活如何。谁不知道谢灵憨清冷自持，怎么可能忍受裴淑仪的娇蛮任性？我就是要让你当众下不来台。我的婚后生活自然是极好的，你们口中清冷金贵、高山养之的谢灵烟，都要对我百依百顺。我夫君要是敢和不三不四的人不清不楚，我定然饶不了他。不三不四的，这贱人竟然暗讽我是不三不四的人，
他不是应该在督察院处理公务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敢问夫人要如何饶不了我？你为何会在这里？今天督察院的事务并不繁忙，我与六皇子一道来了。谢灵，你说话何时变得如此和颜悦色？合着他是出来放松了？妾身子不适，先行告退。谢某来这里，只是听说我夫人在此，并无其他想法。若是谁非要自欺欺人、误解旁人，长的耳朵便是摆设，既是摆设，没有又何妨？这才是谢灵河，他何时人善过？督察院的刑具可不比刑部差，无论骨头多么硬刃，到了他手中，不出3日什么都着了。摆设需要顶级工艺和多种珍贵材料才能做成，他居然夸我耳朵像是摆设。谢大人，你要去哪里？既然来了，不如陪夕颜多说几句话再走。有什么着急的事，我能帮得上忙吗？我家大人要去哄少夫人开心，他怕今晚睡书房。我追求半年的男子，在裴淑仪那里，晚上还得受天大的委屈，要睡在书房。我都安排好了，等裴淑仪落单的时候再动手，一定要让她在你的生辰宴上出丑。那时我就去引南宾客去花园，定叫他身败名裂。只要将裴淑仪和谢灵横分开，我就有幸成为世子妃。裴瑶真是个白眼狼，我从前对他那般好，他转头就和张心妍混到一块儿，而且张心妍明知我是睚眦必报的人，还请我到他的生辰宴上来，不知道给我下了什么套。不过我今日来也不是真的给张心妍过生辰，是来让她难堪的。你转身走了后，谢灵横也追了上去，可惜你没看到张心妍的脸色有多么难看。谢凌轩找到我也没说什么，就让我在这儿好好玩，吃好喝好。嫁进世家真不容易，我以后还是嫁到门第不那么高的富家，也不会太累。奴婢失手打翻了茶盏，让姑娘一拳淋湿了，这便带姑娘下去更换衣裳。淑仪，那我先去换身衣服，你别瞎跑啊。我不会瞎跑的，我就去那边的小花园等你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来找你。大公子，夫人离席，身边的江姑娘被人支走了，现在一个人带着，情况可能不对。我亲自去看看。此人想趁你低头整理鞋袜之际，将你推入湖中。你竟敢暗想世家嫡女！不是的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不小心。不小心，我劝你老实交代，不然到了督察司，后果你知道的。奴婢都说是张小姐和叶小姐，他们让奴婢将谢夫人推进湖里，他们说这个湖是小型湖，淹不死人的，其他的奴婢也不知道了，求您饶了奴婢吧。果然是张心妍和叶若，他们与我有过节，想使手段叫我难堪。没想到湖对面还能有人过来，更没想到谢凌勋给我穿鞋袜会被人撞见，还好我的鞋袜早就穿好了。本该由丫鬟将裴淑仪推进湖中，我带着宾客们撞见她浑身湿透，百口莫辩。这裴淑仪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竟勾得谢灵亨亲自替她整理鞋袜？丞相大人，谢大人命我给你传话，张姑娘邀请少夫人参与生辰宴，却在暗处指使丫鬟将少夫人推入湖中，心肠百毒很辣。您要是不会教女儿，烦请将张姑娘送到督察院，我家公子有的是办法帮您教。哼！跪下！张心妍，你好大的胆，竟然公然暗算谢夫人！你是不知道那谢凌寒做事有多狠，你做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被抓到了把柄。我怎么有你这么个愚蠢的女儿？
你还是趁早嫁出去吧。我不嫁，我宁愿削了头发上山当姑子，我也不要嫁给别人。痴呆，你愚昧！他都已经成婚了，成了婚也能和离夕妻，而且他们这桩婚是阴差阳错来的，过阵子定会合理。等到那时候，我再给他当正妻。虽然谢灵俊出身的英国公府是名门望族，但相府也根基雄厚，而心妍对他的情谊深厚，或许真的能打动他呢。爹爹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等着收渔翁之利就行了。那张心妍真过分，我就知道他邀请我去生辰宴是没安好心。那你怎么还去？不去显得我怕了他一样，我才不怕他呢。而且你现在可是我夫君。明日我还得去采买祖母寿宴需要用的物品，不跟你乱来。雨势渐大，先回府吧，改日再出来置办。怎么回事？车轴松了，雨太大危险，少夫人先去避雨，我回府换车。你不是少夫人的车夫吗？这么着急要去哪儿？我驾车跟着少夫人去买些过寿宴要用的东西，半道上马车坏了，我回来再赶一辆车去接少夫人。你先回去吧，周景，改道去接少夫人。裴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散职，正打算回家去，不料路上下起了大雨，便想着来廊下避一避雨，等雨势小些再回去。我是出来买东西，走在路上马车坏了，只能先在这里躲着。早知道今天会下这么大的雨，真应该明天再出来买。我非常欣赏姑娘的性情，与姑娘一见如故。听闻姑娘成婚不久，这是我给你送的新婚礼物。我成婚都是1个多月前的事情了，你怎么还给我送新婚礼物？我是不能收的。顾粉散职回家，怎么会随身携带给我的新婚赠礼？这雨瞧着势头不会小，反而越来越大了。顾公子家住何方？不用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处在同一车厢之中，与姑娘名声有往，能借我一柄油纸伞即可。若是车夫拿了油纸伞，我直接送给你，不用归还。裴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就是刚刚不小心差点摔倒，要是真的摔下去，估计不好受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把伞拿上。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哼，怎么，我不能来？我可没说，莫冤枉我。啊！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那日跟踪你的人还没查到，让你待在府上不要乱跑。可我是出来买祖母寿宴要用的东西，而且昨夜也告诉你了呀。你让下人去买就好了，何必要亲自跑一趟？我待在府上也无聊，想出去就出去，没感觉有人跟踪我。有没有可能是顾匪跟踪你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他分明是跟踪你，才能和你一起避雨。我和他只是寻常偶遇，如果真的是他跟踪我，那他应该像是躲在暗处的阴冷毒蛇，不敢出现在我面前才对。偶遇？就是正常的偶遇而已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你嫌我多问？说话，裴淑仪。不是你想的那样子，我和他清清白白。他方才还说要给我们新婚礼，我都没有接，直接拒绝了。你还想接？我没有想接，你不要污蔑我。你不接他的礼，比接他的礼还厉害。他眼睛都快粘在你身上了，以后再见到他就躲远点。你个刻薄老男人，少管我！他竟然嫌我老，我不过25岁，便做到了如今的位置。谁见了我都会夸一句年纪轻轻前途有亮，怎在他眼里就成老男人了？少夫人，你和世子闹矛盾了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该咋样还得咋样。奴婢瞧见方才在饭厅，少夫人没怎么用膳，现在就去吩咐小厨房给少夫人做只8宝葫芦鸭。好呀好呀，再来点牛肚，我最喜欢喝牛肚了。这些男人半点都比不上秋女。谢凌轩和张心妍那些纠葛，
我都不曾生气，他却因为我和顾斐避雨而生气。该不会是在乎我，喜欢上我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应该是他生气我违反了合约吧。可我又没有背叛他，真难懂。公子，刚刚我去了厨房，厨房说最后一只鸭子被少夫人那边做成八宝葫芦鸭了。您看看，要不吃点别的？我不乐意吃其他的，只想吃鸭子。你去将他吃剩的葫芦鸭拿来给我。我家公子洁癖严重，竟然主动要吃少夫人的剩饭。你别说是我要吃。书房的软榻何时变得这么硬？也不知道裴淑仪现在睡了没有。我想她做甚？对，是因为我们有合约，要传承香火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她。裴淑仪啊，裴淑仪，你怎么总有本事让我惦记着你？真想把你关起来，让你只能看到我。谢灵恒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往里挪挪。你不是要睡书房吗？回来干嘛？我们可是有合约的，夫人莫不是想违约？睡吧。这是向我发出和好的信号吗？我本来也不想和他冷战的，和好就和好吧。少夫人在哪？少夫人平时白日在如意轩学习，往常会在用晚膳前回来。现在兴许是还没学完，在如意轩待着呢。她如此用功，大抵是不愿叫我为难，亦不希望我娶平妻。也罢，我先低头也无妨。你们走慢一点呀，我都抓不到人了。让我猜一猜你是谁？夫人，夫君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看看你学得如何。没想到你们在这里玩闹。公子早早忙完督察院的事就回府，哪成想少夫人不在，听说少夫人在如意轩，便赶来这里。祖母和母亲院中一等大丫鬟的月例是多少？1两白银。内宅人员调度包括哪些？包括内宅仆役的任免、调度、奖惩，还有妾室通房的日常待遇。居然都打上来了，他以后能走得更远，能办成更多事，这也就意味着他往后不再需要我。谢灵君真奇怪，来这就为了考我一下吗？淑仪，你和谢灵寒最近发生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有。阿姐，时候到了，我该去母亲那儿请教寿宴的事了。你去吧，淑仪，遇到解决不了的事，可以来找阿姐帮忙。好的，阿姐，那我走啦。确实出色，难怪林恒会要你做妻子。谢谢母亲夸奖。老夫人的寿宴在7月下旬，意味着你有1个多月的时间去筹备。我提前敲打过了，寿宁堂的婆子们不敢欺辱你，只会默默看着你，不让你寻求帮助。寻求帮助视为作弊。是，我明白的。那你便去好好准备吧。我不会主动帮你，但你要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可以写在宣纸上问我。夫君，你这是要帮我作弊？你不要多想，我说的是要是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可以写在宣纸上问我。没说是祖母寿宴的事，也从没想过要帮助你作弊。知道你不会帮我作弊了，我也没想过要作弊。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该注意的事项，阿姐也提前告诉过我了。倒显得我想法阴暗。也罢，那便在他陷入无路之际，再以夫君的名义相助。少夫人，这菜品你都试过很多次了，何必再试一次呢？宴席上饮食是重中之重，小瑕疵或许不会被人所注意，但饮食是要摆在每个人面前，不能出半点差的。这些就是明天寿宴的菜了吧？瞧着十分丰盛，我可不白尝，尝完看看有没有不足。别紧张，我觉得这些菜品菜色都挺好，明日定能叫人宾至若归。我并不在乎谢灵寒会不会有妾妾通房，但绝不能有平妻，否则我今后出去都抬不起头来。所以这次寿宴绝不能出差池。这不是巧了吗？少夫人在试菜单，您中午可没吃多少东西。再怎么忙也不能不吃午膳呀。
正好我这边在试明天的菜单，你也来尝一尝。以后世子忙于公务不吃午饭，你也该劝着点儿，不然他身体出了什么事，你也不好交差。啊！怎么吐了？这菜有问题，快去喊大夫来！不能喊大夫，现在喊大夫过来，都会知道嫂嫂的菜单有问题。裴淑仪在国公府本就根基不深，这次寿宴由她全权操办，倘若出了什么问题，往后还如何服众？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中了什么毒？这些菜我和丫鬟也试过很多次，但是没出问题。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还是快去请大夫看看吧。公子精通药理，比寻常大夫要厉害，和御医相比也不遑多让。你可曾吃了什么特殊的东西？未曾。我来云鹤居前没吃别的东西，只可能是在这里中的毒。将菜单拿给我。单从菜单上看，这些菜品都没什么问题，也不包含相克之物。那怎么会中毒呢？可有清心三物？有的。那就是了。方才的菜单中有蜜煎，而生葱与蜜相合，同时食用会导致腹痛不止，白开水可以稀释缓解。抱歉，是我疏忽了，没注意到这一点。还好有你在，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乱子。你近些日子也是太忙了，承办寿宴本就不容易，别责怪自己了。迟一他也并无大碍。什么叫我并无大碍？我方才可是食物中毒了，我哥竟然不将我的命当回事。好了，既然毒源已经查明，那就都回去早点休息吧。淑仪，你回去早点休息，这边有我看着就好。那好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怎么还不睡？我还是有点慌。你说明日寿宴会顺利吗？会顺利的，快睡吧。明日我会帮你一起盯着的。好，我信。让你找的人你都找好了吗？夫人，都找好了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我倒要看看裴淑仪那个草包能办成什么事。我渴求半生都拿不到的管家权，凭什么裴淑仪一个刚嫁进来的心腹，轻易举的就到手了？等着瞧吧。你不去和亲人叙话，来找我做什么？我素来不惜与他们打交道，有二弟带我和他们叙话便够了。假如我没有如你所愿办好这次宴会，你会听长辈的话，迎娶平妻吗？你猜？我猜你会。我之前听兄长说，家中父母曾经恩爱非常，后来父亲有了柳姨娘，便颇为宠爱柳姨娘，屡屡忽视母亲。男人都一个德行。究竟是娶一个端庄的女子呢，还是娶一个倾城的美人呢？反正我不允许你娶平妻。如果你真的想娶平妻，寿宴结束，我们就一别两宽。一山不容二虎，我如何能娶两个妻子？哪怕你没有办好这次宴会，我也不会娶平妻。快些办，这些可都是咱们华庆团的最拿手的表演必备的物品。今儿个英国公府的老夫人过寿，好大的排场，咱们华庆班也不能落后。先别搬箱子了，都停下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公子，再过1个时辰就要开场唱戏了，我们也是想赶紧赶去戏台，省得叫老夫人等。你们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我们戏班子的道具。这是什么？是我们戏班的特制燃料，待会儿给夫人们表演喷火时要用的。我怎么闻到了硝石味？特制燃料中会加入少许硝石，你也不用担心不够安全。这些表演者都是老手了，多年来毫无差错。你们往常特制燃料中，硝石的比例是多少？100中取1。这罐是100中取3。若是比例达100中取3，表演者恐会受伤。若误伤贵人，那可不得了。你们得要取消喷火表演。老夫人，
钦点要看喷火表演，要是取消了，恐怕会惹得他不高兴。取消喷火表演，届时多唱一折戏便是。他老人家要是不高兴，你们便说是我的吩咐。要不是你发现这个特制燃料有问题，待会儿戏台上出了什么事，我就完蛋了。不会出事，出事了，我也能给你兜底。旁人说兜底，也许并不可信，但他这般说，是因为他真的有能力。我真是嫁了个了不得的人呢。走吧，我们也去院子里看戏。多叫人感动的爱情啊！双向奔赴的两个人，居然要受到这么多阻碍，天可怜见。你让戏班子唱这出戏，是不是知道祖母喜欢听？是啊，让他忙着感动惊天地泣全身的爱情故事，就没工夫挑你的刺了。你好聪明啊！是你反应太迟钝了。往后祖母要是挑你的刺，你就安排她做点事情。什么事？你生个小孩，如果祖母敢再说你不好，你就不让祖母看重孙。你竟胡说八道！我分明安排人将华庆班的特制燃料调换，表演人员会在喷火表演时受伤，继而可以顺理成章地说裴淑仪不适宜主母职责。怎么没有喷火表演了？这戏也就母亲看得津津有味。妹妹，你常年不回家，在夫家住着，今儿个母亲过寿，不如便留下来陪陪母亲。自然会留下。不过长房长媳今日怎么还没来问候我？妹妹，你也别计较这些琐碎的礼节，喷火表演没了也无妨，只要让谢明秀看裴淑仪不顺眼，找她麻烦，我隔岸观火也是好事一桩。等寿宴结束，我要她好看。你今日忘记跟你姑奶奶问好了，她在我耳边念叨了好一会儿，说你不懂礼数。姑奶奶好。淑仪成婚不过半年，便能将这么大的宴会操持得井井有条，让我们这些做长辈的非常放心。谢谢姑奶奶夸赞，也是你事情办得好，才能由我夸赞。国公府上的姑娘少，现在云鹤渊里也只有你一个女人。白日里郎君出门后，冷冷清清，倒显得有些孤单。说起来，我夫家有个庶出的姑娘还没有许人家，那姑娘生得漂亮，人也老实，不如你做主给林璇收个妾室，往后有她陪你玩。我不愿让谢灵汉身边有个平妻，是因为我不想别人嘲笑我无能，所以谢灵汉才会娶平妻。但一个妾室好像也没什么关系。姑奶奶还能害你不成？那倒未必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淑仪嫁到谢家不过半年，你便急切的要往林河房中塞自己夫家人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明秀，你不该插手林衡的房中事。我是谢林行的祖母，管着小辈是理所当然。明秀再怎么说也是嫁出去的女儿，怎还来管家族宗子的事？我听懂了，这个姑奶奶分明是在给我挖坑，等着我往里跳呢。谢灵寒的主，我是做不了的。我胆子小得很，不敢惹他不高兴。你先收了，直接塞到他房里不行吗？男人都是嘴上说着不要，你真给他收个妾，他指不定心底多高兴呢。淑仪，你是林寒的夫人，他后院的事都该由你来决定，收不收妾的问题也该由你自行决断。反正这裴淑仪是个草包，耳根子又软，怂恿几句肯定就答应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谢林跟后院起火的场景了。我自行决断的话，那就是不要。毕竟我还没有子嗣，要是院中多了个妾室，于我而言毫无利处。原以为裴淑仪是个傻的，会被哄骗着收下妾室，没想到拒绝得如此干脆利索。也好，妾室的事待日后再说也不迟。气死我了，怎么2次算计全落空了？不行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我有件急事尚未完成，先告辞了。少夫人，你要这些香干什么？没什么用，就是买来玩。我先回屋了。怪不得我说每次都感觉时间格外的久，
原来是谢凌轩准备的香，烧得比平常的香更慢。他甚至懒得将香藏在其他地方，就这么明晃晃地放在我眼皮底下。他难道觉得我发现不了事情的真相吗？还是说他觉得我智商看冤，不会识破这香有问题？给我等着，有他好果子吃！又有谁惹他了？该不会是长辈说他坏话，他就回来给我脸色瞧？上次我说过，你若能完成祖母寿宴，我便将私产交由你打理。你真放心让我管这么多钱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承办这次寿宴非常出色，或许在旁人眼中也只是及格水准，但在我眼中是满分。从成婚到现在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不配当他的妻子，可谢凌亨似乎从没数落过我，也从未嫌弃过我。算了，看在真金白银的份上，今晚就放他一马，先不提香的事了。少夫人，老夫人让您和大公子明日用过午饭后过去一趟，说有要事相商。这是做甚？我宴会不是办得很好吗？怎么又要找我？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你说祖母找我们有什么事啊？不管是什么事，你都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时候不早了，今日就先睡吧。你们也成婚许久了，是该考虑着生个小孩了。你们也该准备着些。林寒也别太忙于公务，成天泡在书房里头。但愿我的重孙千万别遗传你的智商。您重孙还没着落呢，什么叫别遗传我的智商？这种事谁都说不好。我看父亲就没遗传祖母您的爱管闲事，倒是与祖父沉稳的性格如出一辙。母亲，您就别管邻居院子里的事儿了，他们还年轻，有主意。我说这么多，还不是为了府上好吗？淑仪以后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，万不能仗着有邻军撑腰，便无法无天。又怎么了？祖母，是孙儿不小心打翻了茶盏。别说我不喜这个孙媳，你看他毛手毛脚的，连个茶盏都端不好，他哪里有谢家主母的样子？偏偏你还宝贝的紧。够了！没有谁天生下来就是当家主母，淑仪从小没有学过这些，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。只是打翻一个茶盏而已，还不至于您在这里指桑骂槐。夫妻一体，他犯了什么错，便是我的不是。往后您要说，便直接说我。您要是再这么老糊涂，以后我和淑仪的孩子绝不会给你瞧。老夫人过几天要去昭明寺祈福，府上的2位夫人都会去。寿宁堂那边遣人来问你要不要跟着去。我能不去？我要是不去，又得被老夫人揪住错处，到时候免不了一顿奚落。自然是能的，老夫人不知怎的，忽然对你格外开恩，说你想去就跟着去，不想去就算了。老夫人的态度怎么忽然就变了？往常天天说我不好，如今不光字里行间夸赞我，赏我还遣人送来珍贵财宝。你去回寿宁堂那边，我自然要跟着去昭明寺。我有话要对你说，你先说。我们生个孩子，最好是在今年8月份怀上，这样来年生产时气候适宜，方便你养身子。现在是7月份，你竟叫我8月份怀上，这是人能讲出来的话？现在都7月中旬了。顺时养胎，少病少灾。8月秋凉，且应了丰收季，整个孕期都有新鲜食补。次年5、6月生产，不用挨着寒冬，也没到盛夏。可是时间会不会太紧张了？今年试一试，今年要是怀不上，那就明年8月再说。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。不过我爱他，我也愿意和他有个孩子。所以，合约作废。原来是为了这个。你先别这么着急定结论，我也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夫君，你看这2炷香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们夜里燃的那一炷香是无味的，寻常香都有味儿，自然会在外观上不同。是吗？香确实是特制的，烧的比平常的香慢些。我也没想过要一直瞒着他，但我没想到他居然自己发现了。是我的错，都怪我每天早上去上朝，上朝之后要去督察院，散职回家还要去书房处理公务，以至于让周景买回来这种古怪的香。周景买的香？这些香是你买的？公子吩咐属下去买香，
但并没有多说。小的瞧见这香别致好看，便买了回来。办事不力，罚你半年俸禄。公子不要啊！撒了一个谎，需要其他谎去圆，总有谎言暴露的那天。少夫人若是负气离开，不肯给公子解释的机会，公子又该如何？怪我？不能怪你，你也不知道这件事。只要你不怪我就行了。我当然不会怪你了。那我们的合约就作废吧。你要是觉得累了，可以说停下。说停下，你就会停下吗？当然。起来，我们去晨练。晨练完扎马步。我不要去。我也是为了你着想，你身体太弱了。我听人说你小时候经常生病，肯定是操练太少所致。夫人生产是鬼门关。裴淑仪，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可就要帮你起床了。你不会想我亲自动手的。我们究竟要跑多少圈？绕着院子跑30圈，最后半圈跟上。受不了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最近让我干什么吗？什么？他把我当成军中的士兵，整日让我晨练扎马步。他休务的时候陪着我锻炼，不休务的时候安排了婢女陪我，说是陪伴，其实是监督，我都不能偷懒。谢灵亨未免也太不怜香惜玉了，而且他说要努力让我这个月怀孕。那你有喜了吗？没有。要不你们和离吧。谢凌轩性情冷淡，为人更是强势，鲜少去考虑旁人的感受，哪怕这个人是同床共枕的妻子。和离？他以及他的家中总是在试图改变你，让你去符合他们心中理想的模样，可改变之后的人还是你吗？江云，我不想和离。你是舍不得你姐姐，还是舍不得谢灵亨？你爱上谢灵亨啦？你呀你，爱上自己的夫君又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，和他说开不就行了？不能说开，我们之间有合约的，若我爱上他，那我们就要和离了。不行，我要断情绝爱，放下这段情窦初开的懵懂感情，以后做个无忧无虑的当家主母。他做事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对你造成了困扰。我们不聊他了，干杯！大公子，今日少夫人去江云那儿了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您看，去备马车，我亲自去接。是。我初见谢灵亨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人可讨厌了。倒是一点都没变。讨厌什么？讨厌谢灵亨。谢灵莹是你的什么？是我的东家。你和我东家长得好像。东家。韩夫君。夫君。头好疼，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昨天晚上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昨天大公子散职的早，回府的时间也早，听说你在江府，就去找你，又把你抱回来。我应该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？没说什么，只是夫人昨天挂在公子身上，像个想爬树的猫，还要姑爷扶着你从府门口回屋。奴婢给夫人梳妆，今日就是去昭明寺的日子了。唉，去拜拜也好。户部的事处理的如何了？已经到收尾阶段，只是有个叫刘仓的，属下们去抓他时，人已经不见，家中妻儿皆不知道去向。属下今日查到此人正藏匿在昭明寺中。你说他藏匿在哪里？昭明寺。备马，立刻去抓人。多带几个人，换身常服再来昭明寺，不要打草惊蛇。你怎么来了？告了3天假，来陪你祈福。院里没屋子住了，我只能和你住在一起。什么住一起？
这里可是寺庙，要男女分开住。可是没空屋子了。有的有的，我隔壁那间就是空的。少夫人，有什么事吗？周瑾怎么也跑来昭明寺了，还好巧不巧的把隔壁屋子给占了。算了，一起住就一起住吧。没事儿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怎么，和我住委屈你了？哪儿有？我是觉得你要跟我住在这里，是委屈你了。这3天要委屈你打地铺了。寺里的规矩是男女要分舍，但屋子不够也没办法，总不能睡在一张床上。你口口声声都是规矩，才听了一早上的经文，你就想当寺里的方丈了？我没有。怪力乱神的事虽说未必可信，但总归不能坏了规矩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亲我。你不要闹，3天后我们就回府了。罢了，我心胸宽广，就不和他计较了。只是不知那刘仓究竟躲哪儿了。来听听夫人又要提什么愿望。上次许的关于未来郎君的愿望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算是实现了。这回来呢，愿望不多，只有一个，我想要个孩子。他想要孩子怎么不来求我？男孩女孩都可以，最好是遗传我的美貌，遗传谢灵轩的智商和体魄。人人都说我笨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笨，不想让孩子遗传我的智商，也只是因为我夫君他通晓古今，精才绝业，多智近妖，相比之下，我就显得没那么智慧喽。也罢，这个愿望也只有我能实现了。谁在这里偷听我许愿？这个谢灵恒，堂堂督察院指挥使，竟然干这种听墙角的事！你跟着长辈去祈福，如此快便回来了？装，继续装！我的帕子怎么在你手里？你问我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的帕子怎么会落在荒谬的净室里？兴许是白日里路过时留下的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你躲在里头偷听？夫人这么想知道？我路过的时候，听到夫人说想要。够了，你不许说了。夫人说觉得我好，说我是你的理想郎君，还说想要孩子，但为何不来求我？谢灵君这个厚脸皮的，真是不害臊。别动，敢喊就要了你的命！别看了，没人会来。老子蹲了你3天，就等着抓你当人质。你是谢灵恒的夫人吧？我不认识谢灵恒。你当我傻呀？老子在户部混了这么多年，京城里那些达官贵人的家眷，老子都认得。失策了，谢灵轩那个混账东西，查户部就算了，把老子逼到了绝路。老子今天就要让他知道，什么叫做疼！老实待着，等会儿老子拿你换银子换马车。你要是敢耍花样，可没你好果子吃。哼！这好像有个钉子，也许可以借此把绳子磨断。好疼，但我不想成为谢灵间的累赘，让他受人胁迫。我要自救。公子，少夫人她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少夫人从房里跑出去后，1个时辰都没回来，属下派人四处找也没有找到。加派人手，全寺搜捕。谢大人来得挺快呀。你要什么？我要的很简单，5000两银票，1辆马车送我出城。出了城，我就放了你夫人。好，银票在这儿，马车在外，放人。谢大人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？我怎么可能放人？我现在放人，你转头就能把我抓回去，让你夫人跟我走。等出去后，我自然会放他。亡命之徒的话断然不可信，以刘仓对我的憎恨，哪里会放过我的妻子？那我现在就让他死在你面前！
我这一生杀过人，放过火，做过无数违背本心的事。我以为自己早就没有了软肋，没有了恐惧，可此刻看着那把刀对准裴淑仪，我浑身血液都凉了。让他跟你走。我救下自己了，我没事。裴淑仪，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要是出了事，我就让刘苍全家陪葬，然后再把昭明寺烧了。他应该是在开玩笑吧？怎么可能会狠心到烧死？我从没想过有朝一日，我会这样奋不顾身地扑进一个人的怀里。我好像真的很爱他，可惜他不知道。夫人，以后不许一个人乱跑。我知道了。不过刚才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？前阵子督察院着手探查户部贪污案，查出一批行为不正的官员，方才那人名叫刘苍，便是其中之一。事发之前躲在了寺庙。在督察院任职，危险是不是很多啊？还好，我今日遇到刘苍劫持，都快吓得魂飞了。他每天和这样一群人打交道，还说不危险。不用担心我，明日就要回府了。你今日受了惊吓，早些休息。林汉，听说昭明寺有棵姻缘树，一会儿就要回府了，你带淑仪去逛逛吧。好。公子夫人，你们既得了祈福带，在此处拿毛笔写上心愿挂上去。你打算写什么？不告诉你。哼，那我也不告诉。我心悦你，所以才会带你来姻缘树。我也心悦你。谢灵恒该不是喜欢我，但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开口，所以才这么迂回的表达。我从前做了许多错事，以至于叫你对我寒了心，但我保证从今往后不会再叫你受半分委屈。从前我也有诸多不对，往后恩爱两不疑。愿他余生顺累，安乐无忧。你写了什么？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叫我知道？等哪一天你不要我了，我再带你来姻缘树看我写的心愿。他应该也喜欢我，我就知道我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魅力无限。发什么呆？就是觉得挺好看的。你不许偷看啊！记在一起，省地方。这人绝对喜欢我，明明就是故意耍小心思，偏要嘴硬说省地方。谢灵恒，其实谢谢你带我来这里。其实我想说我很爱他，想问他是不是也很爱我，但我感觉现在问不是很好，还是之后找个合适的时机吧。客气了，夫人。裴淑仪最近有点古怪，她在想什么？好漂亮的玉池，我当时也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你记挂在心上了。夫人从小到大用的物件都是最好的，玉池自不能例外。去试试，水温刚好。你公务繁忙，这几日在昭云寺也耽误了不少，现在可以去书房了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好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感觉你今天有点不对劲。没事。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我说啊。我是在兖州长大的，外祖父对我要求苛刻，我每天需要在天未明起床，整日疲累得不到喘息的时间。后来我到了京城，才从那种窒息的管束中脱离。同样都是谢家的子嗣，为什么谢灵君要被送去兖州？夫君，没事的，都过去了。我知道。我不应该说这些的，我不希望你觉得我惨。我从小到大都没吃过什么苦，没嫁人前有家族撑腰，嫁人后虽说你的家人对我总是不好，
可你也会护着我。祖母如今也不再苛责我，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，但以后有我。夫人，这话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证明给我看。这要怎么证明？来吻我。你大早上的来找我，就是为了吃葡萄？不是，我是来向你请教的。我怀疑谢灵亨也喜欢我。舒怡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对谢灵航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伤心的时候我会难过，他开心的时候我也觉得开心。我希望他能像我爱他那般爱我。我想好了，我想告诉他我爱他，可是我不太肯定他喜不喜欢我。他都那样对你了，还不叫喜欢？那你觉得我应该什么时候和他袒露心意？过几日不是秋猎吗？皇家猎场风景好，人也少，你找个机会单独跟他说。秋猎确实是个好机会。父亲，您打我！打你？我还想打死你！你知不知道外面都在传什么？传你痴恋谢灵衡，传你为了他不肯嫁人，传你不知廉耻。我没有，我只是什么？只是不甘心，只是觉得谢灵衡该娶你。张心妍，你醒醒吧！谢灵衡早就成婚了，娶的是裴淑仪。他们成婚都半年了，你还在做什么梦？我已经给你看好了一门亲事，户部侍郎顾肥。过几日秋猎他会去，你也会去，你给我抓住机会。顾肥？对，顾肥是皇上钦点的状元，比你心心念念的谢灵衡也差不了多少。你若能嫁给他，后半生也不错。父亲，秋猎之后，若是谢灵航和裴淑仪还没有和离，我便听您的话嫁人。为什么一定要在秋猎之后？女儿只是想亲眼看看谢灵航到底有多宠裴淑仪。若是真的恩爱，那我便死心。行。裴淑仪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书房的床那么硬，他能睡好吗？书房的床榻好硬，公子你难道忘记了吗？哦，从前在兖州的时候，你也是枕风宿雪，时常睡在木板上锻炼耐力。唉，今晚估计又要在书房凑合一晚上了。今晚回屋睡吧。不必，我觉得书房倒也不错。好吧。长夜漫漫，你一人终究难熬，我便还是回去睡吧。我一定要在秋猎告诉他，我心悦他。少夫人，先用晚膳吧，大公子今儿怕是又得忙到很晚。督察院最近确实忙，谢凌轩每日早出晚归，有时候我睡着了他才回来，我醒了他却早已经走了。夫妻俩明明住在一个屋檐上，却跟牛郎织女似的。秋猎的事，你跟大公子说了吗？谢凌轩最近忙成这样，我张不开嘴，等他不忙了再说吧。这么晚了，还在看画本？夫君，你去秋猎吗？你想去？你要是忙就算了，我也不是非去不可。去，我陪你去。可是你不是忙吗？再忙，陪裴夫人的时间还是有的。罢了，公务暂且推一推，裴夫人要紧，我明日还要上朝。快睡吧。退朝。谢大人留步，陛下召见。来陪朕下回棋。你的棋艺退步了。陛下棋艺精进，臣甘拜下风。行了，别在这儿拍马屁。明日随驾，你跟朕同城。怎么，不愿意？臣不敢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明日一早出发。这位陛下又想干什么？大公子呢？陛下传召，大公子随嘉诚御驾了。御驾？皇帝对谢灵涵似乎格外看重。少夫人先上车吧，队伍要出发了。裴家那个小的叫什么来着？裴淑仪。朕听说你为了他顶撞英国公的老夫人。陛下消息灵通，
谢灵恒，你从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冷面冷心，油盐不进。朕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对谁上心。陛下说笑了，你那个夫人，朕倒是想见见。陛下若想见，秋烈宴席上自能见到。怎么，怕朕为难她？朕就是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姑娘，能让你这个冷面阎罗动了凡心。她很好，比臣这种连真实身份都不敢暴露的人要好。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给贵妃报仇而已。谢灵恒作为贵妃的儿子，还是太过心软了。陛下，谢大人到了。你来了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有吗？可能是赶路赶的，头有点晕。没发热，躺下歇会儿吧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晕，歇歇就好了。不过你今天怎么在御驾上？陛下对你很好吗？还好。睡吧，今日赶路辛苦，早点休息。男子们要进山围猎，你在营地等我。你们要猎什么？鹿、野猪、狐狸都有，猎得多，晚上有赏。那你多猎点儿。谢灵航说了让我在营地等他，那我就去营地看看。少夫人，您看，张心妍的心思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如今我和谢灵涵好好的，张心妍再怎么折腾，也不过是跳梁小丑。听说丞相府在给张姑娘相看人家了，好像是张丞相的意思，想让张姑娘尽快出嫁。亲王殿下，猎鹿3头，野猪1头，狐狸2只。六皇子殿下，猎鹿2头，野兔若干。谢凌轩能猎到什么呢？英国公府谢大人，猎鹿5头，野猪2头，狐狸4只，野兔6只。哇，谢灵涵大人骑射功夫果真了得，可不是嘛，文武双全，还生得那般俊朗，可惜早早成了婚。这个男人怎么越来越好看了？凭什么谢灵真眼里只有裴淑仪一人？不过没关系，很快裴淑仪就会完蛋了。今晚我就要告诉他。怎么出来了？在等你。谢灵恒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心悦你，我在你心中应该也是重要的存在吧？我该说什么？说我早就知道了。夫人还小，单纯天真又美好，她喜欢的是我光风霁月的外表，是我在她面前刻意维持的模样。如果她知道真正的我，内心深处藏着编织和疯狂，她还会喜欢我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，她不会的，没有人会。我等到了答案。我违反了我们的合约，你会和我和离吗？不会。没关系，被拒绝了也没关系，我会一直喜欢你的，总有一天能搞定你。你别跟来。我想追上去告诉他，他很重要，比任何人都重要。可我的脚像是生了根，一步都迈不动。裴淑仪，你真没用，被拒绝了就哭，多丢人。不过大大方方的说出来，总比藏在心中不声不响的好。至少我知道了，他不喜欢我。我知道他性情古怪，他冷淡，他刻薄，他毒舌。可那是因为他从小不在父母身边，这些都不是他的错，是旁人的错。他不喜欢我，我就努力让他喜欢。只要谢凌轩不和我和离，我早晚有一天能打动他。狼心似铁，不敌我千娇百媚。任他多么的冷心冷情，终有一日能拜倒在我的16裙下。这么晚，你在乱跑什么？这个声音，1年不见，你变得更漂亮了。你怎么还是这么毛毛躁躁？你别过来！殿下想对臣的妻子做什么？他来了。我只是看见淑仪妹妹一个人在林子里，怕她有危险，想送她回去而已。夫人，过来。谢大人这是做什么？我在保护自己的妻子。淑仪妹妹小时候在皇宫住过一段时间，
我也算他半个哥哥，我也在保护他。什么淑仪妹妹，殿下也当唤她一声谢夫人。谢大人，好自为之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以后不许一个人乱跑。若是今晚之前，我会觉得他喜欢我，可现在觉得他只是在保护妻子而已。无论他的妻子是谁，他都会这样做的。回去吧，明日秋猎还会正常进行的。谢灵亨一早便被皇帝召去，说什么要商议军务，我独自待着，正好看个热闹。裴姐姐，安宁郡主，别这么见外，我看你一个人坐着无聊，来陪你说话。多谢郡主。你觉得今年射箭谁能拔得头筹？可惜我夫君不在，不然他肯定能拔得头筹。快看，射箭开始了！好，顾大人好剑法，好厉害！顾大人可是去年的状元，文才好也就罢了，骑射也这么厉害，当真是文武双全。我听说他至今还未成婚，也不知道哪家姑娘有这个福气。确实如此。谢某技呀，一时没忍住。我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赤裸裸的警告。这算谁赢？自然是我赢。我早该明白的，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有些人既然得不到，就该放手。谢凌轩这次能猎到什么呢？有点困了，我回去睡会儿。别费力气了，外面都是我的人，你跑不掉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入亲王府，做我的侧妃。只要你签了这封自愿和离书，我立刻上奏皇上。我已经嫁人了，我是谢灵亨的妻子。那又如何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让人散布消息，说谢夫人与我在此私会，到时候谢凌轩和英国公府颜面扫地，你除了跟我，还有别的活路吗？他这是要毁了我的名声，让谢灵进蒙羞，让英国公府蒙羞，逼得我不得不顺了他的意愿。谁能来救救我？谢灵星，你在哪儿？公子今日猎这么多，陛下见了定要再赏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很慌？公子，怎么了？那是嘉亲王的营帐。谢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亲王殿下正在休息，您不方便进去。谢大人，您不能进去，这是亲王的营帐，擅闯可是大不敬。让开！殿下正在里面休息，谢大人这是要做什么？您不能进去，您这是要得罪亲王殿下吗？你夫君来得真快，你直接跟了我不就好了吗？挣扎什么？谢灵亨，快进来，来救我！有人行刺亲王，致使其身受重伤，速遣铁骑将此处营帐围住，不准任何人进出。是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外间的守卫都是干什么吃的？我可是亲王，营帐外有重重守卫。谢大人这是要做什么？擅闯我的营帐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罪名？转过身子去，无论听见什么，都不要回头看一眼。我是亲王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你疯了！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们国公府的人都吃了雄心豹子胆！我要诛你九族！九族？殿下不妨试试，你方才用哪只手碰了他？你辱人妻子，该死！可你现在是亲王，我无法动你，便废掉你一只手。若再有下次，断的就不只是手了。夫人别怕，刺客伤了亲王的左手，已经逃走。周景，去请太医来给亲王治手。
是。我和嘉亲王联手本该天衣无缝，无论裴淑仪有没有跑出来，他的名声都毁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谢灵恒居然敢直接闯进去对嘉亲王动手，我不甘心。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不过你刚才说妾身是刺客，干嘛还要把妾身带回营帐？小傻子，我怎么会喜欢这么……臣谢灵恒叩见陛下。平身，赐座。怎么回事？嘉亲王那手……陛下，臣有一事要禀。何事？臣的左手被谢灵恒废了。父皇，儿臣也听说了此事。谢灵恒擅闯亲王营帐，对亲王行凶，其罪当诛。臣不知亲王殿下在说什么。你废了我的左手，装什么不知道？殿下说臣废了殿下的左手，敢问殿下，臣为何要废殿下的手？臣倒是听说，秋猎最后一日有刺客潜入营地，伤了殿下。臣当时正好在附近，便出手伤了那刺客，也算是为殿下报了仇。够了，灵恒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罪。好一个不知罪！哼哼，谢灵恒擅闯亲王营帐，虽是为擒刺客，但终究有失体统。击杖30，以儆效尤。父皇，谢大人是为了擒刺客才……住口！再求情，连你一起打。臣领罚。殿下，你想做什么？不做什么。殿下既然要当众提起刺客一事，那臣手上有从那刺客身上搜出来的玉佩，不如请陛下查一查这刺客的来历。他怎么会有我的玉佩？不行，要是让陛下彻查此事，难保不会因为我对裴淑仪出手而惩治我。算了，左右谢灵恒也挨了打，就先将此事翻篇吧。此等小事不用惊动陛下，臣会自行查找。至于臣的手了，确实是刺客所伤。那此事便算了，你们兄弟几个继续用膳。陛下有没有为难你？夫人放心，陛下不会为难我。今日是中秋，人都到齐了，开席吧。谢谢夫君。姐姐吃蟹，林环、池溪，你们二人自己吃就是了。他们两个有手，自己会夹。祖母，我给姐姐剥蟹，天经地义。您要是觉得看不惯，大不了我和姐姐回如意中用膳。笑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不过我想吃月饼，但够不到。这是要让我喂？好吃。有了媳妇儿忘了祖母，我这把老骨头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陛下口谕，宣督察院指挥使谢灵亨携夫人裴氏即刻入宫觐见。今日是中秋，宫宴早已散场，这个时候召我们入宫做什么？臣领旨，劳烦夫人随我入宫一趟了。来了，叩见陛下。叩见陛下。平身，赐座。你和灵恒倒是般配。这几日督察院公务可还顺利？托陛下洪福，一切顺利。陛下在中秋节召我们入宫，却为了说这些。灵恒留下，朕有些事要与你商议。你夫人先在外头候着。陛下，淑仪她听不懂我们商谈政务，让她听着也行。我没事的。淑仪妹妹，好久不见。嘉亲王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殿下是觉得上次的教训不够吗？殿下若无事便离开，臣妇便在此等候夫君。淑仪妹妹，你真的甘心做他的夫人？他是什么身份？再怎么高，也不过是个臣子。你以为嫁给了谢灵亨，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？我劝你想清楚，你家里那些人，你父亲、你母亲、你姐姐，还有那个在边疆打仗的裴长渊，他们要是出点什么事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
你想做什么？他是在威胁我，可他说得出就做得到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让家人因为我陷入危险。淑仪妹妹，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但别让我等太久。殿下说的对，臣妇愿意跟随殿下。淑仪妹妹果然是聪明人。只是臣妇对夫君尚有情谊在，想多陪他半年，待到明年开春3月初9，殿下派马车去花香楼暗中接臣妇。我也不是不近人情，远了。夫人，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我们回府吧。自古以来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我不能让侯府和国公府的人出事，也不愿入东宫。回京之际，只有背井离乡，此生不再回京。夫人，怎么忽然变得心事重重？可是遇到了什么人？怎么，你还盼着我遇到什么人不成？无事便好，我们回去吧。早些歇息。你呢？还有些公文要处理。那你不要忙到太晚。妻命不敢违。谢灵运再厉害，也只是臣子；亲王再不敢，也是皇亲国戚。我能怎么办呢？除了离开，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怎么办？我已经不敢看他了，我怕我会忍不住都告诉他。可我不能说，要是说了，他一定会护着我。可他要怎么护？对亲王动手吗？那他就成了乱臣贼子，成了天下人的敌人。我不能让他走到那一步。我决定了，我要离开这儿，一个人偷偷走，谁也不告诉。不过离开前，我还有些事需要处理。发什么呆？在想你怎么还不回来。这么想我？想。你做什么？夫人不是说想要为夫，这不是回来了？夫君，我们该有个嫡子了。怎么忽然这么主动？谢灵鹤，你是国之栋梁，我不能让你为了我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。只要你和家人平安，我愿意一个人在江南将我们的孩子养大。难道你不想要吗？没有不想要。那你最近可不可以早点处理完公务，多陪我？当然可以。这是我在国公府的第一个冲夕，也是最后一个。去江南录影的事办妥了吗？办妥了，奴婢托人办的，用的是老家亲戚的名头，查不到您身上。江南那边的宅子呢？也看好了，在苏州，是个2进的院子，不大，但清静。奴婢托人先租了下来，等您到了再慢慢看。您让属下查的事儿查到了，少夫人身边的秋宁前些日子托人办了陆氏，不是给自个人的，是给少夫人的。秋宁还在苏州租了处2进的院子，用的是假名。公子，要不要属下再去查？不必了，我已经猜到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既然不想让我知道，我就当不知道。公子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用知道，他不是说心悦我吗？怎么舍得离开我？相处了大半年，我算是知道了。裴淑仪虽然骄纵了些，但心眼不坏，对谢灵烟也是真心的。日子这么过下去也不错。年纪大喽，你们接着吃，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淑仪，池玉喝的有点多，我先扶池旭回屋了。出去走走。好啊。夫人，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啊，我有什么事能瞒得住你？要不是知道他买了陆影，知道他在苏州租了宅子，我真的会被他无辜的表情骗到。我骗过他那么多次，终于轮到他骗我了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清楚，一见钟情的人从来都是我。夫人，你是不是想去哪里玩？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没有，
京城挺好的。从前我公务繁忙，也没带你出去玩过，心中颇感遗憾。不如等开了春，我向陛下告假数月，带你下江南玩。我才不要去。我记得你从前说过，想去江南看看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不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阿姐在京城，我爹娘在京城，你也在京城，我为什么要去江南？凭什么我被排在最后？好，那就不去江南。你干嘛？夫人，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我又不是罪犯，你干嘛把我和你绑在一块儿？那天看到你阅览的话本中，男主抓到出逃的女主后，就把她绑在身边。我瞧你看得高兴，以为你喜欢这种，想效仿这位主角，让你欢心。我确实喜欢看这种类型的话本，但现实遇到，我只会跑得远远的。别进步了。我太想进步了。真热闹啊！但我马上就要离开了，江南也会有这么热闹的景象吗？今日元宵，带你出来散散心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今晚的灯会一定很热闹。他总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，却什么都做得恰到好处。那边在做什么？在等你的。我要去。这一题的面面是：一个小姑娘生在水中央，身穿粉红衫，坐在绿船上，打来乌。是莲花，是莲花。啊！这位夫人说说，为何是莲花？荷花和莲花长得一样，但谜面说身穿粉红衫，莲花也有粉色的呀。夫人说的有理，但谜底是荷花。你笑什么？可否让内子再猜一题？公子请。你来出题。什么动物耳朵长，尾巴短，爱吃萝卜爱吃菜？我知道，是兔子。这位公子倒是会哄夫人，这题老夫做主，算夫人赢了。这是彩头，送给夫人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人比灯更好看。你想要哪个？要那个小兔子。小心，差一点就要被人群挤散了。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知道什么了吗？回去吧，夜深了。好，听你的。他应该不知道我的计划吧？倘若他知道，定然不会这般心平气和。此去经年，风雨欲来呀！公子，都安排好了。苏州那边已经安排了人暗中守着那处宅子，只要少夫人一到，就会有人护着。京城这边也安排好了。好，一定要好好护着他，不能有半分疏忽。哪怕舍了那些宅子，也要保他周全。公子，您既然费了这么多心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少夫人说？由您护送岂不更稳妥？说了又如何？他既然打定主意要走，我说什么都是徒劳。与其让他为难，不如让他安心。我也不想让他走，但京城马上就会变天了，倒不如让他先去江南，等一切安定后再接他回来也不迟。阿姐怎么这么看我？我脸上可是有花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从小就这样，有事瞒着我的时候就会笑得特别甜。说吧，到底是什么事？阿姐，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具体原因
我现在不能说，但阿姐放心，我会好好的。不管我在哪里，记得给我写信。淑仪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走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阿姐都会护着你。还没定，阿姐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看到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备车，我要回一趟侯府。怎么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让娘好生惊喜。想给娘一个惊喜。你爹在书房，我去叫他。娘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淑仪，怎么忽然回来了？想爹娘了，就回来看看。明年5月份，你兄长便要回京了，他给你们姐妹都带了礼物，到时候带着郎婿一同回家来吧。好，父亲曾经把我扛在肩上看灯，也曾因为我生病在庙里跪了几天几夜，如今却老了，那我就更不能连累他们。我想他们能好好的颐养天年。爹，你要保重身体。爹身体好着呢，不用你操心。三姐姐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。四妹妹客气了。三姐姐难得回来，去我院里坐坐吧。四妹妹有话不妨直说。三姐姐真是的，我能有什么事？就是想和姐姐说说话。四妹妹要是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不，你不要走，三姐姐，我有事想求你。什么事？我的婚事拖到现在还没有着落，父亲想把我许给寒门举子，可我不甘心。三姐姐，你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认识的人多，你能不能帮我相看一门好亲事？三姐姐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可我们是亲姐妹，你总不能看着我嫁给寒门举子一辈子受苦吧？你求错人了。三姐姐，当初你用我的手帕污蔑我与人私通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们是亲姐妹？在相府的生辰宴上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指责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们是亲姐妹？如今你的婚事不顺，倒想起我是你姐姐了。三姐姐，我就求你这一回，求求你帮帮我吧。四妹妹，你好自为之。都收拾好了，少夫人，就这些，别的都没动。这间屋子我住了近1年，架子床上的帐幔是我喜欢的藕蒲色，窗边的美人榻上还搭着我常看的画本，一切都还和往常一样。可过了今夜，这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。少夫人，该歇息了，明日一早就要启程，得养足精神。我等谢灵英回来再睡，你先退下吧。这么晚还不睡？在等你。等我做什么？这是我与谢灵恒待在一起的最后一晚。你最近太能闹了，已经违反了我们定下的规矩。哼，不给就不给，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怀孕了，再过几个月就能显怀了。他这辈子都不会找到我和孩子。好了好了，早点休息。我其实还有很多法子，既能藏匿他，也能让他安全无忧。可他素来娇生惯养，不能被困居在暗处，也不能当小厮，所以我选择了暂时放手。但我知道，我终究是能找到他的。裴淑仪，这个菜桶是你的，那个菜桶是秋宁的。我待着的菜桶，瞧着比寻常菜桶要大，里头还有淡淡的香气，就像是有人精心为我准备的一样。坐稳了。我的婚姻大约是不幸福的，不过没关系，姐姐能得偿所愿便好。公子，你要是不想让少夫人走，现在还可以直接将人拦截下来。谁说我不想让她走？就该让她离开京城，在外头吃点苦。我怎么会舍得呢？但京城形势越来越差，我不怕我护不住他。等我解决完京城的事，便亲自下江南，将他接回来。